我们就是 always 都在做好准备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政治路上面，我们本来就是要保护这整个国家。如果用最后的结果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当做去做的理由，你人生就会一直卡在那边了。那个之前好像是苏院长嘛，不是什么人生的剧本不能够先偷看啊，什么等等之类的，但是其实都已经写好了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预料的这一个人生的历程跟最后发生的，通常有时候都会差很多。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，就是我们面临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，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是 always 都在做好准备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政治路上面，我们本来就是要保护这整个国家。那你可能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在保护国家。哦，你在体制外的时候，你可能是社会运动啊，那你可能做非营利组织啊，你就是想要把这一个国家保护好。啊，你从政了以后一样嘛，就是你要立法，保护小孩啊，保护我们的年长者啊，这都是我们在立法上会去讨论的事情。那一样，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也要去守护我们的外交关系啊。哦，那你说现在说要参选市长，其实也是嘛，就是保护市民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过程当中，你对于你的这个人生长远的目标如果没有变，那中间再怎么觉得意外说啊，我既然要做到要做这件事情，我之前没有想到，但你的心情就不会那么多波澜。就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，那我们执政党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？然后呢，我们希望这个首都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团队作战，只是说。那在今天这一个时候，他们认为说我有这个能力，然后也认为我有国际观，然后请我来打台北市长这个选战，也没有什么决定不决定的事情，因为就是当你进入政治之后，你只要做任何事情能够保护到这个国家，保护到这个城市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说，那就我来啊。我以前常常引用漫画里面的一句话，就棒球大联盟里面的一句话，没有做不做得到，只有做跟不做。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也很大，它的背后的含义意思说，那如果说你都已经知道可能会失败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？那背后的道理是什么？他是在讲这件事情，他背后的道理都是在讲说，因为通常你不做，事情就会变更糟糕。对，所以当你今天去做的时候，事情就一定会有进展，事情会有进展，那就是好的。如果用最后的结果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当做去做的理由，你人生就会一直卡在那边了。假设根据你的价值观，你觉得对这件事情该做，那就去做。想那么多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。而且你不做，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？会不会成功那是之后的事情，它不应该是现在应该被考量的事情。